女孩突然发现手臂上长出一根骨刺，惊慌之下赶紧用剪刀剪掉。可结果事情不但没有好转，手掌反而又长出了更多细小的骨刺，还能让她在垂直的墙上如履平地。不仅如此，她的身体外貌也开始发生变化，感官更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，最后竟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物。而女孩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却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。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025年，由于人类无休止的破坏自然环境，导致空气被一种致命毒素所污染。人类一旦暴露在空气中，就会感染毒素不治而亡。目前已经有1亿多人死于非命，所以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，就必须佩戴防毒面具。然而防毒面具也并非万能，因为它不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，而且还不能完全隔绝感染，时间久了一样会有生命危险。于是，一家名为艾斯特拉的大型制药公司通过不断研发，终于成功研制出了一种药剂艾瑞美迪。它能够中和空气中的毒素，让人类摆脱防毒面具的束缚，自由呼吸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昂贵，而且还需要每天定时定量终生服用，一般的家庭根本就负担不起。当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成为商品时，人性的丑恶便会暴露无遗。艾斯特拉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，不但拒绝将药剂的活性成分公之于众，反而以产能不足为由不断提高价格。对于那些买不起的人，他们还联合银行贴心地推出了空气贷，表面上是为了让穷人有钱需要，实际上是为了榨干他们最后一点价值。而毒素还在不断扩散，很快就会笼罩整个地球，届时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成为艾斯特拉公司的奴隶。虽然人们早就对该公司的行为心生不满，但为了活下去，也只能选择默默承受。只有一个男人不愿意坐以待毙，也不愿意看到世界变成这样的结局。所罗门是一名化学领域的天才科学家，也是当地最大贩毒组织的首脑。他发现艾瑞美迪其实并不完美，长期服用会让身体产生抗药性，增加剂量还会造成致命的副作用。为此，他一直在偷偷改良艾瑞美迪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。这天，所罗门跟助手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忙碌，却浑然不知一个负责毒品分销的小弟悄悄摸了进来。小黑以为是某种新型毒品，于是趁机偷走了一支，在晚上开派对时还准备和女友的闺蜜偷偷尝试，结果刚好被赶来的女友艾拉发现。奸情暴露的两人无法面对艾拉，只好相继离开。可小黑偷来的药剂却遗落在了地上，艾拉意外发现了药剂，但她也以为是某种兴奋剂。想到男友的背叛，气不过的艾拉想都没想就一饮而尽，随后便来到舞池中央疯狂摇摆，还故意勾搭别的男人给小黑看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艾拉就感觉身体不适，晕倒在厕所里失去了意识。醒来的她本想向闺蜜求救，可一想到她的所作所为就打消了念头。此时的艾拉感觉浑身燥热，只想躺在浴缸里凉快凉快。殊不知药剂正在发挥作用，改变她的基因。与此同时，小黑也发现身上的药剂不见了，正焦急地寻找时，却撞见了所罗门和他的手下。原来是他偷药的事情败露了。很快，小黑就被堵在了厕所里，对方让他交出药剂，可小黑却还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最终在他们的友好交流下，这才承认。他说药剂掉在了厕所里，但不知道被谁捡走了。所罗门听后立刻命令手下开始搜查，如果有人喝了药剂，身体肯定会发生变化，却不知道那个人就躺在厕所的浴缸里。听到几人的谈话，艾拉开始担心起来，只能向小黑坦白是自己喝了药剂。本想询问他那是什么药，不料小黑却叫艾拉别动，接着便为了保命反锁房门，打算去告密。只是当他们再次推开房门来到厕所，艾拉却凭空消失了，以为被耍了几人，非常生气，再次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小黑，混乱中还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。说完，他们就离开了房间。小黑看向天花板，这才发现艾拉竟然就躲在上面。他惊讶地询问艾拉是怎么做到的，可艾拉也是一脸懵逼，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，结果房门却怎么都打不开。他下意识地挥出一拳，竟然直接打穿了门板。艾拉赶紧开门准备离开，却发现那些人还在屋内，他只能另寻出路，拿起吹风机站在浴缸上，对准天窗就是一顿猛砸。没想到就连钢化玻璃在他的面前也跟纸糊的一样。听到动静的毒贩赶紧上楼，而两人已经顺着天窗来到了屋顶。因为大腿的伤势，小黑在跨越屋顶时差点就掉下去，幸好艾拉反应迅速，及时将他抓住。艾拉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，追上来的毒贩也目睹了这一幕，两人见状赶紧继续逃跑。谁知小黑再次发生意外，从楼顶滑落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知道是艾拉喝下了药剂，所罗门试图劝说他跟自己回去，还说可以帮助他治疗身体。艾拉怎么可能相信，直接从楼顶跳了下去，这可把所罗门吓坏了。但他并没有受到一丁点伤害，只是小黑已经没了呼吸。赶来的闺蜜看到这一幕，还误以为是艾拉害死了小黑。看到毒贩们又追了下来，艾拉没时间解释，只好起身开溜。刚逃到马路上，就遇见一辆吉普车，想要求救，却瞬间晕倒在地。好心的男人将他抱上了车。等毒贩们追上来时，男人已经驾驶着车子逃之夭夭。可将艾拉带到自己的住处后，单身30年的男人看着艾拉曼妙的身姿，竟然想趁机图谋不轨。关键时刻，艾拉醒了过来，本能的反抗却划伤了对方。起身一看，才发现自己的手臂
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根伸缩自如的骨刺。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，男人害怕的跑了出去。艾拉慌忙的来到镜子前查看，发现手臂上出现了溃烂的症状。她拼命的用水冲洗，可手拐处的骨刺却再次冒出。艾拉害怕极了，果断用剪刀剪掉。为了搞清楚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她转头又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。可当医生看到她脸上的症状，立刻便表示需要进行隔离，还不顾艾拉的解释呼叫了保安。艾拉不想被隔离，于是在保安追过来时选择了逃跑。慌乱中，他躲进一间病房，突然手掌上冒出无数骨刺，让艾拉像蜘蛛侠一样轻轻松松就爬上了墙壁。病人惊恐地看着艾拉，他威胁病人不要发出声音。追上来的保安没有发现异常，病人也没有声张，艾拉就这样逃过一劫。等保安远去之后，他从墙上跳了下来，得知病人感染毒素已经断药，他毫不犹豫将身上的艾瑞美迪拿给了对方。虽然最后成功从医院逃了出来，但他的行踪已经暴露。小黑的死又惊动了警察，现在黑白两道都在追击他，无处可去的艾拉只好来到闺蜜家。闺蜜一看到她就害怕，想要逃跑，却被艾拉死死按在地上，直到她说出自己的遭遇和小黑死亡的真相，闺蜜这才放弃反抗。随后艾拉又向她展示了自己的变化，而罪魁祸首正是那只闺蜜没有及时喝下的蓝色药剂。艾拉无意中救了她一命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闺蜜相信了艾拉。这时艾拉的电话突然响起，电话那头正是所罗门，他答应帮助艾拉治疗身体，并约定好在一个地方见面。为了恢复身体，艾拉只能选择赴约。然而当他来到见面的地方，却被所罗门设下陷阱，当场掳走。等到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已经被绑在了一间屋子里。不过他们却低估了艾拉变异后的能力，只需一个意念，他身上的任何部位都能长出骨刺，轻轻松松就割断了绑带。可艾拉并没有急着逃走，被桌子上的生肉吸引了注意，本能的想要填饱肚子。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，所罗门带着手下赶了回来。艾拉激动地拿起尖刀，质问两人到底想干嘛。手下黑姐刚要上前解释，就被艾拉喷了一脸口水。这时大批警察突然杀到，所罗门只好将最后一支药剂交给黑姐，让她赶紧逃跑。而两人则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当场抓住，被关进牢房后，艾拉的身体再次发生了变异，耳朵轻轻一碰就掉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奇怪的器官。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牢房，没想到竟然是艾斯特拉公司研究部的博士埃里克。艾瑞美迪正是他研制的，原来这家伙一直在暗中监视所罗门，早就知道他在改良自己的药剂，也知道了艾拉服用了一支半成品。看到艾拉的样子，埃里克声称自己可以帮助他。艾拉通过电视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警察将两人都交给了埃里克，埃里克随即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研究基地，而所罗门的手下黑姐也一路跟踪了过来。实验室里，埃里克给艾拉注射了麻醉剂，开始检查她的身体，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艾拉的基因正在发生巨变，跟人类的基因完全不同。换句话说，她已经不再是人类。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这种突变可以让艾拉适应被污染的空气，不需要口罩和药剂也能生存下去。显然，所罗门的改良药非常成功。埃里克迫不及待地找到所罗门，希望他能分享配方跟自己合作。所罗门当然不会同意，因为他研究改良药的初衷是为了拯救人类，而不是像艾斯特拉公司一样只知道榨干人们的积蓄。没有得逞的埃里克又来到实验室，把检测结果都告诉了艾拉。他希望艾拉能够配合他们进行接下来的研究。他要复制艾拉身体里的基因突变，从而研制出新药。新药一旦研制成功，这个世界就有救了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呼吸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艾拉听后有些疑惑，为什么不直接找所罗门要配方？可埃里克却谎称所罗门担心自己窃取他的实验成果。善良的艾拉再次相信了他的鬼话，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实验协议。当他再次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间完全被隔离的实验室。此时外面的埃里克正在与上司密谋着什么，却不知道变异后的艾拉听觉异常灵敏，即使隔着隔音玻璃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果然埃里克并没有那么伟大，一切都是为了利益。他打算利用艾拉进行人体实验，不管对方的死活，提取出他身体里的突变基因，然后服务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。得知真相的艾拉愤怒至极，拼命敲打玻璃质问埃里克为何要欺骗他。发现艾拉的听力也得到了进化，埃里克震惊不已，随即释放了大量镇定剂。很快艾拉就坚持不住晕倒了过去。而在另一边，黑姐伪装成送货司机，轻而易举地潜入了研究基地。此时2名研究员进入关押艾拉的实验室，准备继续给她注射镇定剂。殊不知艾拉已经醒了过来，并且利用骨刺割开了绑带。其中一人刚察觉到不对劲，艾拉就瞬间发起了攻击。轻松制服2名研究员，还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所罗门的下落。接着又利用研究员的手掌解开指纹锁逃了出去。随后艾拉来到所罗门的牢房外，却突然听到有人接近，一名保安追了过来，看到掉在地上的外套，他谨慎地捡了起来，不料艾拉就在他身后。
艾拉捡起地上的外套穿在身上，保安还想反抗，结果被冲上来的艾拉一拳打晕。解决掉保安后，艾拉救下了所罗门，也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不愿意说出配方的真相。I wanted to be freely available to anyone. 艾拉听后决定帮助所罗门，于是两人打算一起逃出去。而在这之前，所罗门带着艾拉来到实验室，从柜子里拿了一支艾瑞美迪的活性成分，接着又打开眼前的仪器，告诉艾拉改良药的关键是一种栖息在南非的蜻蜓，它们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受到空气毒素影响的生物。所罗门正是将蜻蜓的基因与艾瑞美迪活性成分相结合，这才研制出了改良药。听到这里的艾拉终于明白，自己正在变成蜻蜓与人类相结合的怪物，他非常后悔，表示没有人愿意变成这样。但所罗门却说，为了活下去，人类必须进化，有了改良药，至少他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，而不是只有死路一条。两人随即离开实验室继续逃跑，途中还遇见了前来救他们的黑姐。黑姐立刻带着他们坐上面包车，但刚开出停车场就被发现。因为埃里克要活捉艾拉跟所罗门，所以安保人员也不敢贸然开枪，只能驾驶着车子紧随其后。可眼看就要逃出实验基地，一名保安却不顾一切开枪打中了轮胎，导致车子瞬间发生了侧翻。然而等安保人员靠近，却只看到驾驶员黑姐，车厢里的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原来两人早就在侧翻后悄悄溜走了。艾拉还利用骨刺割开了铁栅栏，但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他们。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，两人迟早会被追上。他们顺着公路逃到一座大坝，看着深不见底的高崖，自知已经无法逃走的所罗门决定留下来，并把手中的药剂交给艾拉，叫他带着药剂去找自己的好友丽莎。他已经把配方都告诉了对方，丽莎可以代替他继续制作改良药，而艾拉则可以借助变异能力逃走。听了所罗门的话，艾拉没有犹豫，果断跳了下去，一眨眼就消失在白雾中。很快埃里克也带人追了上来，他们将所罗门团团围住，发现艾拉已经逃走，埃里克只能将所罗门带回去，威胁他说出改良药的配方。在电影的最后，艾拉彻底完成了进化，后背长出了蜻蜓的翅膀，并按照所罗门的吩咐找到了丽莎。他们将继续与艾斯特拉公司对抗下去，大批量生产改良药，从而拯救人类。